好，这个构图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把这个玻璃瓶画在左边，然后里面也有2朵花，然后外面有1朵，总共3朵。我们这个大概的构图是这样子的哈，大概的构图。然后我们今天用的颜色，先把这个颜色，现在我们的顺序可能有一些改变哈，因为大家最关心就是先问多大的纸，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构图先写出来，让大家准备纸，好不好？那看一下是用画这个花还是画这个花？要不我们可以画这个绿色的，好不好？今天画绿色。绿色我们还是准备一个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第一种花是这种，就是这种第一种花，就画这种。好，那我们画绿色的话，第2个我们要用到一个藤黄，就是我们刚开始要用到一个藤黄，我们想让这个颜色更加嫩一些，我们要直接有一个橙色的藤黄，然后第2个我们用这个藤色或者藤黄加这个头绿，加头绿调成一个嫩绿色啊，加头绿调成嫩绿色。然后第4个我们用藤黄，也是用藤黄啊，藤黄加花青或者是加太青蓝都可以啊，加太青蓝吧，调成一种深绿色，把它调成一种深绿色。那最后我们可以用一点，最后我们笔尖深色地方可以用胭脂或者是用花青，或者是这个太青蓝哈，或者是太青蓝都可以，你们随意啊，可以用一种也可以2种都用啊，可以用一种可以2种都用。好，我们今天画的这个花是一个常规型的花。常规型的花它通常是这样子的哈，如果它是一个包菜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这2朵花它稍微有一点包起来。那常规型的花它成为一个大概是一个圆形。如果说你看，假如说比喻这朵花，我们现在这朵花框起来它是一个圆，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花心大概在这个位置，在上面这个位置，那我们把它分为2层啊，这样子的一个2层，那这个是第1层，这个是第2层，第1层、第2层。那我们第1层的这个花瓣，我们从4个方向去往内包，从4个方向往内包。那也就是说，你画4个往内包的这个方向的这个花瓣，我们分成一块块的去画，我们把它分为4块啊，加这一块。你看，我们把它分为4块是吧？这一块我们往这里包，这一块我们这样子往里包，这一块这里往里包，这里往里包。然后我们外面一层同样的可以把它分为4块啊，同样还是可以把它分4块。然后分4块，这是往外展，从4个方向往外展，从4个方向把它往外展。我们一块一块的去画，待会儿我们画的时候也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分析的这个来一块一块的去画。我们先可以画这一块，然后再画这一块，然后再画这一块，然后再画这一块，就是往里包的这个，先画往里包的中间的第1层，然后我们再画往外展的第2层。当然我只是举例这一朵花来说啊，如果说我们画这一朵花，我们今天这一朵可能要先画这一朵，因为这一朵它在前面，那这一朵只是跟它放了一个方向而已，它只是说这个花头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朝向，基本上是有点这样子的朝向。那这个花头呢，这个花头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朝向，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朝向，只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倒过来，这样子这样子叫什么？反过来就是一样的，就是这一朵，把这个分解反过来就是第一朵这一朵。那我们这个常规型的，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哈，常规型的这个花，我们
不用每一个层次去分解它的这个花瓣的特征，它就是一个总的，我们要注意一个大的特征啊。要注意它的一个大关系，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注意这个花瓣的大小，肯定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讲，我们画画就是在画这个对比关系，对比关系，这个大小它也是特征，就是对比关系啊。好，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花瓣的大小，然后的颜色的深浅。颜色的深浅要有深有浅，这个也是一个对比关系。颜色深浅也是对比关系。对比关系就是就是这些反义词，就是对比关系。然后我们要画画的过程中，就是把这些对比，也就是相当于是阴阳，让阴阳互补，这个就是对比关系。好，然后要有一个什么物象的虚实。物象的虚实，好，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大关系。只是4尺50乘50的，50乘50的是3尺对开。好，要分解吗？好，我们先调这个三氯和这个太白，三氯和这个太白。好，我们加水。好，我们加水哈，加水去调和，来试一下，调一下，然后试一下它的这个水分。我们再调一个画这个花的颜色。好，这朵花我们就按照我们分解的这个颜色来哈。这个底色太白加三氯已经调好，然后这个藤黄。藤黄，然后这里是一个藤黄加头绿，这里还是一个藤黄加太青蓝。记了这个3坨这个藤黄，头绿。好，我们把它调和。调和这个颜料用这个牙签就挺好的。你看这个调和之后，它就变成一种这个嫩绿色。嫩绿色，这个是藤黄多一点，这个头绿少一点，它这个颜色才会嫩。你如果说头绿多一点，藤黄少一点，它就这个深绿色，就是绿的这个颜色，绿的这个调调不一样。但是其实没有关系，你黄一点的绿或者是深一点的绿都可以，其实都可以的。好，这边也是一样，藤黄多一点，然后这个什么太青蓝会少一点。好，这个是一个深绿色，一个浅绿色，一个深绿色。
个深绿色你觉得太深了的话，那说明这个太清蓝可能多了一点，那你可以再加一点藤黄。再加一点藤黄，你不想它太深的话，你就再加一点藤黄。你如果觉得可以画，让它再深一点，就让它深一点，就看你自己的喜欢。好，把它调和。好，现在又把它降了一个度。就你调的时候，你看你想要它绿一点，想要它深一点，或者是想要它浅一点，这个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没有一个死的要求，没有说一定要按照老师一样的比例啊，一样的色调，都不需要的哈，不需要这么去严格的去要求，因为画画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自由的。什么叫自由？就是你的心要自由，调色要自由。笔要自由，才画出来的东西才会不会那么死板，才会更加灵动。一定不要太拘谨了，一定说我一定要按照老师的1比1呀，一模一样的去来。如果跟老师的有一点差别，就觉得不对了。不是的，那个没有对错的，这个艺术没有对错。好，我们先调色啊，先调色，开始画今天的这个，先分解今天这幅作品的这个花瓣，好不好？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把藤黄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藤黄啊，薄薄的一层，不要太多了。好，我们再调这个嫩绿色，再把这个嫩绿色还是一样调到笔的1/2，但是要由深到浅哈，由深到浅。这个黄色只是打一个底啊，只是稍微的打一个底，然后我们再调这个嫩绿色。好，我们把这个嫩绿色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我们现在调这个嫩绿色啊，把这个嫩绿色还是一样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这个依次的3个颜色依次的调哈，笔尖上稍微的1/3的调这个深绿色，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了。来，先还是分解一下这个花瓣。今天这2朵花它也是一个常规型的，一个包菜型的，刚刚有给大家分解一个包菜型的。好，包菜型的我们最常规的这个花瓣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定这个花心的，啊，然后一边一笔。一边这一笔可以推也可以点哈，也可以推也可以点。你看今天我们调的这个深绿色还是太绿了一点，所以这个颜色稍微的这个颜色跟我们平时上次画的这个绿色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好，这个第一个花瓣推一笔，可以这边也可以推，然后这一笔很小，我们要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我们要画出不同的姿态，就是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缺口。我们画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推一笔，然后这里再推一笔，然后在这里点一笔，这样的方法也可以。好，我们再继续调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好，笔尖也可以调一点点这个胭脂啊，这样子一笔推一笔，然后这边点一笔，这边再点一笔，这样中间一笔推一笔，然后两边点一笔，这样子也可以，好不好？这是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还有一个侧面朝我们的反瓣。笔尖沾一点深绿，也可以沾一点点胭脂啊，
然后我们画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好，我们再画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侧面这个花瓣先推一笔小一点的，然后中间这一笔可以大一点，然后最后面再点一笔，这个就是一个侧面三笔来走成一个侧面的这个花瓣。我们画的这个笔法是这样子啊，推一笔，这一笔大，然后这里点一笔，这里往这里这个侧锋这样子点一笔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好，然后这3个颜色依次的调，笔尖可以沾一点点这个胭脂啊，可以稍微沾一点点胭脂。好，我们再画一个朝这边的，好，一笔小，然后再一笔大一点的，好，后面再推一笔过来啊，一样的笔法是这样子哈，这样子一笔、2笔，然后这边3笔。这样子3笔画成一个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这个是侧面朝我们的花瓣。好像我们这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可以一笔画完哈，这样子推过去，不用提起来，然后再按下去，再往上提，然后再往后拖一点，好，可以一笔画完。就是你们画熟了之后就可以这么画啊，一笔画完。大家再看一下啊，这样子轻轻按下去，提起来一点，然后再重一点的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点啊，再往后拖一点，这个就是一笔画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一笔画完。一笔画完哈，一笔也可以画完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好，这3种颜色依次的调，笔尖沾一点点胭脂。好，我们再来画一下什么花瓣？这个是这个侧面的花瓣，还有一个是更加侧面、更侧一点、更加小一点的这个侧瓣。好，我们再画这个小的侧面的花瓣，那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好，这个现在笔就干了，你看画出来这种感觉，这就是干了哈，这个就是笔太干了。太干了就画出这种感觉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加一点，要补充一点这个底色了。来，我们再加一点底色。好，我们还是先调这个藤黄，调到笔的1/2的地方，然后把这个嫩绿色也是一样，调到笔的1/2的地方。均匀的调到笔的1/2的地方，要把这个笔睡在这个盘子里，慢慢往上晕。你这个笔不能竖起来，如果你竖起来，你这个颜色一直在这里，然后你画出来这个花瓣就2种颜色就脱节了，就深的很深，浅的很浅，就没有这个很均匀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这个笔要倒在这个盘子里去调，好不好？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把这个颜色一边调一边转动，把这个颜色均匀的慢慢的晕上来，让这个笔的360度都占满这个颜色才行，好不好？
好，再调这个深绿色，这个深绿色我们可以调到1/3就可以啊。我今天感觉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太清蓝还是多了一些，所以不是我太喜欢的颜色。太清蓝多一点，它就显点有点发蓝，有点蓝的这种感觉。然后笔尖沾一点点这个胭脂啊，沾一丁点这个胭脂。好，我们还是画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侧面花瓣小侧瓣。好，我们带一点勾，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点。这个也是画了一个大的侧瓣，但是方法还是一样的啊，画还是一样的。来，带一点勾，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好，我们画这个小侧瓣的时候，当这个小侧瓣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带过，这样子一笔，这样子带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它只看得到一点点，就是难以去分出它的这种结构，这种小的这种变化，太小了，我们可以不用它的太大的变化，可以稍微的变化一点，直接这样子一笔过去就可以了哈，就这样子一笔过去，这样子就是一个小的侧瓣，这个是侧面的花瓣。那我们要把这个侧面的花瓣去补充它的一个正瓣，那我们补一个花瓣，好吧？补一个花瓣。好，我们可以先加这个中间这一笔，加一笔过来，笔尖再蘸一点深色啊，这里再来一笔。好，这边这个后面也可以再加一些，后面你可以看得到多一点，因为这个用多一点深色啊，用多一点深色的胭脂。这个花瓣你可以大也可以小，你可以大也可以小。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这样是一个完整的花瓣，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花瓣。这个就是正瓣加反瓣完整的花瓣。那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个组合，好吧？示范一个组合，需要示范一个组合吗？需不需要示范组合？其实我们的组合经常有示范。长条最简单，你这样笔尖带一点勾，往下拖一下就可以了，往后拖一下就可以了，往后拖一下就可以了，看到没有？往后拖一下。好吧，我们不要画组合了，我们就画一个这个大花瓣，画一个大花瓣，给大家再画几个大花瓣就可以了。这个常规型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大花瓣，颜色还是一样的哈，颜色还是一样的。那这个大花瓣我们调好色之后，可以这样子去滚哈，可以这样子去滚。现在我是笔上太干了一点，所以有点滚不动了，太干了，看到没有？这个是笔太干了。笔太干了，你们可以加水哈，也可以加水的。就是说你们想让它颜色更深一点，你就加水；就是你不想它颜色太深，你就加这个底色。底色里面有太白，它会把这个颜色会综合一下，它就会显得颜色没那么深。如果你想要颜色更深一点，你就加水进去，然后你把颜色要多调一点。你加水之后，你颜色要调饱满一些。要多调一点，这个颜色才会深一些，好不好？还有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子推哦，推一笔，点一笔，然后再推一笔，再点，让这样子去配合来画，就会有这种不规则这种缺口。我们画花瓣就要画变化，不能画太圆了，画太圆了，这个花瓣就像这个浇花一样，就没有这种灵动感。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变化，要一笔大一笔小，一笔大一笔小，画出这个有大有小的这种花瓣来。
最后这个颜色也是一样的要调匀啊，这个深色也是一样的要调匀。那后面这个大花瓣我们有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画，两笔来组成，这样子两笔来组成一个花瓣啊，我们通常会画到这种两笔组成一个大的花瓣。那这种两笔组成也可以从这个花瓣的外面这一部分开始画，其实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笔上干了，当我们画的这个笔上干了，也可以画出这种有一点枯笔的这种变化，也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花瓣的这个分解。然后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这个作品呢，